上回说到，魔人布欧在撒旦的劝说下，决定放弃乱杀无辜。本来世界就此便可以恢复和平，然而偏偏有令人讨厌的作死怪在关键时刻搞事情，作死二人组先后打伤了撒旦和魔人布欧的小狗，这彻底激怒魔人布欧。完全邪恶的瘦布欧登场，瘦布欧与胖布欧面面相觑，互相都不服气。胖布欧发起攻击，一套左右勾拳，却连瘦布欧的汗毛都没伤到。瘦布欧抡起一拳将胖布欧击飞，接着追上去狠狠揍了胖布欧一顿。从气息上来说，魔人布欧因为过度的愤怒，将身体里的怨气，也就是邪恶，全部排了出去。瘦布欧就是魔人布欧邪恶的化身。然而，从力量上来说，恐怕魔人布欧排出去的不仅是邪气，还有自己大部分力量。瘦布欧明显具有压倒性的实力，打得胖布欧毫无还手之力。短笛在天神殿看见了事情的整个经过，他暗道一声不好，胖布欧绝对赢不了。在他分裂的时候，他体内邪恶的部分全部跑到新布欧身上去了。这样下去的话，如果胖布欧输了，完全邪恶的瘦布欧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屠杀地球上的生物，除了武力解决之外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他。短笛头皮发麻，催促雾天和特南克斯赶快投入训练之中，现在1分1秒都不能耽误，两个熊孩子的合体必须要练得更完美，根本没有时间休息。这样下去的话，那个新布欧会将所有人杀个精光。短笛的严厉引起了两位辣妈的强烈不满，怒斥短笛耍威风，趁着悟空和贝吉塔不在欺负小孩。在辣妈的强势围攻下，当年的短笛大魔王也慌了，只好屈服让步，允许特南克斯和雾天休息一会儿。不过一会儿的训练将会更为严格。两位辣妈根本不理会短笛，告诉儿子尽情休息，不需要太勉强，战斗这种事情就应该交给大人处理。胖布欧用出对付贝吉塔的招式，从自己的身上拧下了一大块橡皮泥，丢向瘦布欧，将瘦布欧紧紧缠住，橡皮泥越收越紧。结果没想到瘦布欧稍稍一用力，便将橡皮泥给撑破了。胖布欧目瞪口呆，两个布欧继续拳脚互殴，近战打完了，又开始激烈对搏。胖布欧对抗的十分艰难，被瘦布欧用龟派气功轰飞。胖布欧使出绝技，用头上的触角发射光波，试图将瘦布欧直接变为巧克力。瘦布欧猛吸一口气，将光波吹了回去，光波反弹攻击到了胖布欧，将胖布欧变成了巧克力。瘦布欧捡起巧克力吃进肚子里，立刻从身上喷出大量的粉红色蒸汽。胖瘦布欧力量再次融合，蒸汽之后，最强的魔人布欧便诞生了。魔人布欧扭了扭脖子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接着蓄满力大吼一声，强大的气息波及到了整个地球，就连在遥远剑王神界的孙悟空都感受到了这股力量。老剑王神没有任何感觉，一边看七龙珠漫画书，一边给悟饭提升力量。悟饭充满怀疑的看了老剑王神一眼，然后望向自己的家乡。好强大的气呀！地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呢？悟饭恳求老剑王神给自己充个加速会员，快一点提升力量，否则地球不保。老剑王神眼睛直直的看着漫画，一边笑一边平静的安抚悟饭，不用担心，绝对不会让他失望。魔人布欧看了看自己的手掌，仿佛对新生的身体充满了新鲜感。作死二人组的黄毛死了，另一个作死老头被撒旦打伤，竟然没什么事儿。他亲眼目睹了魔人布欧的变化，惊慌失措下，他爬上山包，操起武器对着魔人布欧一顿扫射。魔人布欧吸收掉了子弹，发出刺耳的笑声，接着身体变成某种流动一样的物质，直接从作死老头的嘴巴里灌了进去，活活将老头的肚子给撑爆炸。魔人布欧向身后瞥了一眼，然后向撒旦飞来。撒旦抱着小狗趴在地上剧烈颤抖，眼看魔人布欧就要将撒旦的脑袋砍下来了，突然他在空中猛然停止，浮在半空中静静地看着撒旦，嘴巴里叫出撒旦的名字，接着转过头快速离开了。撒旦吓得全身僵硬，万幸布欧竟然还记得自己。短笛在天神殿看到了魔人布欧的一举一动，现在地球的唯一希望就是特南克斯和雾天了。休息之后必须要加强两个熊孩子的训练。然而熊孩子吃饱喝足后，竟然还想睡一个懒洋洋的午觉。让短笛想不到的是，此时魔人布欧已经具备了感知气息的能力。他离开撒旦后，在空中高速飞行，直奔天神殿而来，吓得短笛和丹迪脸上的饱和度又增加不少。完蛋了，这一次的魔人布欧竟然能够寻找到我们的气息所在。魔人布欧跳上天神殿，众人吓得待在原地一动不敢动。魔人布欧扭了扭陈年老颈椎，大吼一声交出来。惊人的气瞬间爆发出来，短笛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。交出来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呢？那个跟我交手的家伙，我们说好了要战斗的，我只想早点把他杀了，他应该就在这里。我知道这里有股非常强大的力量，快点交出来！那个有金色头发的家伙。魔人布欧没见过赛亚人形态的雾天克斯，很显然，他这里所指的对手是孙悟空。短笛误认为他来找雾天克斯，不过现在是熊孩子午睡时间，短笛恳求魔人布欧再给熊孩子们一些时间，让他们多睡一会儿。他们还没有发挥出全力，你也一定想和拿出全力的对手战斗吧？
魔人布欧扭动有严重颈椎病的脖子，思考一下，果断拒绝了短笛，理由是自己最讨厌等待。虽然离约定的时间还剩下1天，不过现在布欧已经反悔了。短笛急中生智，你不是说要杀光所有地球人吗？可是现在地球上还有那么多人呢，你要战斗的话，等杀光他们再来也不迟啊。地球人表示，我真的谢谢你了，短笛大魔王，你真是个老六。短笛担心现在的乌天克斯无法战胜魔人布欧，一旦乌天克斯死了，所有地球人也是死。现在牺牲地球人，让熊孩子多积攒一些体力，也许还有一丝胜算。反正地球人死了还能用龙珠复活。魔人布欧微微一笑，然后绕着天神殿边缘慢慢踱步，一边走一边观察下面的人类。短笛趁机让克林叫醒熊孩子，现在熊孩子的力量应该还打不赢魔人布欧，所以应该将他们送进精神时光屋里，得到更充分的训练。奇迹抡起拖布，为了保护自己唯一的亲人雾天，他勇猛地冲向布欧。魔人布欧转头看了奇迹一眼，短笛一惊，立即打断了奇迹手里的拖布。魔人布欧没理会奇迹，继续踱步。短笛暗暗松了一口气。魔人布欧慢慢绕着天神殿走了一圈，回到短笛面前，短笛全身颤抖不止。魔人布欧弯起嘴角，接着向空中发射出一道粉红色的气功波，气功波在空中爆裂，就像是烟花一样绚烂，分裂出几十亿个小气功波，迅速袭向世界各处。你没有看错，一道气功波追杀一个人。地球上几十亿人口，除了撒旦饺子天津饭之外，其他人眨眼间死光了。短笛见状直接跪了，千算万算，没想到魔人布欧居然这么强。对不住了，地球人们，我一定会用七龙珠让你们复活，请你们的鬼魂不要来找我寻仇。即使一只鬼魂，我短笛大魔王也扛不住啊！魔人布欧邪魅一笑，现在地球人都死光了，可以战斗了。短笛请魔人布欧给熊孩子一点准备的时间，只需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魔人布欧还是果断地拒绝了短笛。比迪利见状大骂：“等1个小时会死啊！雾天他们又不会跑路。”魔人布欧大怒，准备一招秒了比迪利。短笛再次展现了惊人的智商和超强的临场应变能力。等一下，她可是撒旦的女儿，撒旦的女儿也希望你能等一等。撒旦的面子，魔人布欧还是要给几分的。他老实的蹲下来，看着沙漏里的沙子一点点的下落。界王神这边也发现了地球的异常，他告诉悟空，现在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生命了。悟饭心中焦急万分，催促老界王神快一点，修行应该结束了吧？老界王神依然不紧不慢，悟饭一怒之下突然爆气：“你这厮到底有完没完？浪费了我这么多时间！”爆气之后的悟饭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，他的力确实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。好家伙，原来老界王神的绝技就是把人气到发疯，发疯了潜力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老界王神平静的让悟饭坐下来，继续修行的话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潜能，不要浪费无谓的时间。悟饭老老实实的坐了下来，不敢再造次。老界王神依然一边翻看漫画书，一边举着双手，做着看起来没什么卵用的工作。特南克斯和雾天终于结束了午睡，短笛催促2人进入精神时间屋修行。奇迹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走进魔人布欧，上去就是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替我家悟饭打你！魔人布欧瞥了奇迹一眼，将他变成鸡蛋，一脚踩碎。雾天勃然大怒，准备冲上去和魔人布欧拼命。短笛厉声喝住雾天：“现在去拼命，只会白白送命。”奇迹可以用龙珠复活，但是雾天死了，就没人可以阻止魔人布欧了。雾天强行遏制住了愤怒，特南克斯鼓励雾天加油修行，一起将魔人布欧打成碎片。时间还剩下1个小时，如果进入精神时间屋的话，可以将实力提升一大截。特南克斯与雾天进入精神时间屋中，开始了进阶训练。魔人布欧等了30分钟，就已经失去了耐心，迫不及待的要和人约架。暴怒的魔人布欧差点将天神殿摧毁。短笛再次智商上线，他答应带魔人布欧去约架，带着魔人布欧走进了天神殿内。克林等人非常不理解，难道短笛要让魔人布欧在精神时间屋里和雾天克斯战斗？该不会是要来个同归于尽吧？如果雾天克斯战败了，直接摧毁精神时间屋的入口，将魔人布欧永远的封存在里面。小了，格局小了，或者说把事情想复杂了。短笛的本意只是拖延时间而已。他带着魔人布欧左绕右绕，从下面绕到上面，从上面绕回下面，绕到魔人布欧晕头转向。外面的1分钟等于精神时间屋里6个小时，能拖延1分钟是1分钟。魔人布欧很快就没了耐心，爆出杀气。短笛知道拖不下去了，用心灵感应与特南克斯和雾天通话，让2个熊孩子立即停止修行，休息睡觉。他们可能要比计划的更早一些和魔人布欧战斗了。为了让2个熊孩子有充足的休息时间，短笛特意绕了个远路。
这样两个熊孩子可以多休息几个小时。短笛带着魔人布欧来到精神时间屋里，两个熊孩子已经满状态等在这里。不等熊孩子开始合体，已经焦躁不安的魔人布欧便率先动手，一拳头打倒了特南克斯。特南克斯丝毫不受影响，大骂魔人布欧不讲武德。魔人布欧被训得毫无脾气，熊孩子淡定地进行合体动作，变身成为雾天克斯。魔人布欧一看见雾天克斯就笑了，我记得你是那个被我摁在地上摩擦的家伙。原本特南克斯和雾天对自己的修仙成果非常满意，以为凭借着普通形态起码能和魔人布欧五五开，没想到一套连招下去好像瘙痒，魔人布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看来必须拿出看家本领才能和魔人布欧一决高下了。那么两个熊孩子到底研发出了什么招式呢？他们能否打败魔人布欧呢？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我们下期继续来说。